1个多小时的追踪终于是将小野猪捕获，刺耳的吼叫声表明了小家伙的恐惧。与农庄中驯化了的野猪一起喂养，陌生的环境还是让他时刻都在提防。然而这已被孵化了的小鸡幼崽又是否能够顺利的成活呢？新一天的来临，雌性原鸡的孵化即将迎来幼崽的诞生，这是昆泰自雨林求生以来第一次迎接新生生命的到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要将鸡舍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重新的扩大，并且还能一定程度上为幼崽的诞生提供更好的防护。劈砍上一些毛竹，它们是最为省力的材料。先按照大致的尺寸全部的将其削割成段，接着再细致的分解成竹片。今日的天气很是不错，小野猪正在悠闲地享受着时光，自己构建的蜂巢也已在蜂群不知劳累的打造下见出了雏形。削尖竹片的一端，在原有鸡舍框架的基础上，昆泰选择在前方进行了延伸，隔上大致的距离就夯入一片，接着再以它们作为编织的横梁来构建出3边的围墙。拥有了如此的空间，不论是已经成年的原鸡还是即将要被孵化的小鸡仔，都将会有足够的活动范围。当然，为了让出生的幼崽能够拥有更加安全的环境，昆泰也是采用了将整体进行封闭的方式，并且考虑到保持天性，通往2层产蛋以及孵化的通道也全都做出了预留。整整2个多小时的编织与打造，经过重新改装的鸡舍就已完工。接下来昆泰要做的就是等待着幼崽的降临了。来上一杯茶，短暂的休息。今日剩余下的时间，自己还需要解决食物的来源，挑选上一根剩余下的竹筒，依然还是细致的分解。他要编织出几个鱼篓。住所旁的蜂巢吸引来了很多迷路了的蜜蜂，它们已经形成了拥有一定规模的蜂群了。转眼间，自己的2个鱼篓已经编织完成。再次的来到自己经常光顾的溪流边，寻找到适合的位置，才能让捕鱼事半功倍。一处拥有着一定积水的平台，这样的地方往往都会有溪鱼在此停留休整。当然，第2个放置的地方也是同样，一个巨大的岩石挡住了主体的水流，这里的水比刚刚的还要深。只要自己的运气不是特别背，那么这2处的鱼篓就一定会有收获。山坡上散落着部分掉落的野果，昆泰顺手就捡拾了一些，虽然并没有太大的冲击效果，但是至少有的吃总比没得吃要好。继续的向着上游寻找，只可惜自己并没有发现其他猎物的身影。一块岩石上的简单休息，没有食物可以进食就要多睡觉，如此便可以将身体的消耗降至最低。然而等到自己一觉醒来，时间却是在不知不觉中经过了3个多小时，赶紧的起身。此时的鱼篓中应该已经迎来了收获。来到第2个放置的鱼篓旁，双手所感受到的重量就已表明了已经有溪鱼进入到了其中。将封口取下，貌似有着4、5条的收获，并且好像个头也都还不错。赶紧的来到第1处，虽然好像只捕捉到了1条，但是也有了手掌一样的大小。寻找可以生火的地方，这块巨大的岩石就刚好适合。将火堆点燃，先取出已经捕获到的溪鱼。前2个被拿出来的体型修长，身体柔软，看样子很像是泥鳅的一种。而第2个鱼篓中收获到的好像还是1条黑鱼，不过虽然全都已经脱水而亡，但看上去却貌似依然鲜嫩。全部的夹在竹签之上，只需20多分钟的烘烤即可让其完全的成熟。潺潺的溪流声，鲜嫩的烤鱼肉，昆泰又在惬意之中完美的度过了一天。随着新一天的来临，阳光普照着森林，这是自己通过这段时间搜集而来的种子，虽然看不出具体的品种，但只要将其种下，就一定会对以后的生存带来帮助。来到前段时间自己处理好的山坡，这里就将会是自己全新开垦的菜园。用一根木棍在地面之上戳出小孔，接着再将种子一粒粒的放入。虽然这片山坡夹杂着非常多的石头，但是多雨的天气和肥沃的土壤依然可以将它们培育出品相良好的秧苗。1个多小时的播种，整片的山坡都已被尽数的栽种，而剩下的就是等待一场小雨的到来了。田地的开垦已经结束，再次的前往丛林。今天的食物问题还需要解决。穿梭于茂密的灌木丛中，自己要尽量的去到尚未到达过的地方。一片石块组成的山坡，昆泰在这里找寻到了不一样的痕迹。这里的一棵野生木树已经被啃食，残留的碎渣都还分布于周边，并且看起来也很是新鲜。看来猎物才刚刚离开这里没多久。继续的追踪，一些清晰的蹄印又再次的出现在了眼前，这是野猪的印记。昆泰一路的俯身前行，不断出现的痕迹也表明了自己追寻的方向并没有错。特别是这处刚刚栖息过的草丛，野猪曾在此短暂的休息。浓密的灌木丛，昆泰隐藏于其中，没有发出一丝的声响。他已追寻到了猎物。一只小野猪此时正在草丛中进食，它在啃食着鲜嫩的枝叶，小心翼翼的靠近。这个家伙的体型看起来并不大，昆泰决定直接进行徒手的抓捕，突然的扑向草丛。然而这一扑却并未能得手，小野猪已经反应了过来，并迅速的逃窜。赶紧的追踪，太过茂密的灌木丛限制了昆泰的行动，他丢失了小家伙的踪迹。不过既然自己被限制了行动，那小野猪自然也不例外。持续的翻找，不出意外的话，小家伙依然还在这片灌木丛中的某处。果然，经过了近1个小时的搜索与追寻后，昆泰再次的发现了小家伙的身影。可能是由于惊吓而导致的慌忙逃窜，让小野猪被灌木缠住了。看着这天真无邪的眼神，小家伙此时应该在祈祷不要被发现吧。然而可惜的是，昆泰已经再次的伸出了魔爪，随着刺耳的嘶吼声响起，小野猪已被成功的抓获。
看着如此小的体型，看来小家伙很可能是在外出的时候和妈妈走散了。带上小野猪赶紧的返回，昆泰要将其圈养起来，以此来壮大自己的畜牧养殖。毕竟小家伙还太小，如果将其做成烤乳猪还是太过于凶残。陌生的环境让小家伙一直紧紧地夹着自己的尾巴。原本的野猪对于他的到来貌似也很感兴趣，他在嗅着小家伙的气味。当然，为了能够让其快速的适应，昆泰依然还是用起了最为实用的套路，准备上一份可口的美食。然而小家伙却是不敢和体型较大的野猪一起进食，他只吃了几口昆泰特意给他丢在地上的这一摊。即使是昆泰强行的想让其到猪食槽中进食，小家伙也依然还是不敢。直到体型较大的野猪休息后，他才敢勉强的吃上几口。不过昆泰也并不担心，这些都是刚刚捕捉后的正常反应，只需几天的时间，小家伙就会完全的适应。当然，今天的好事可并不只是这一件。经过2天的等待后，雌性的原鸡终于是将小鸡仔孵化了出来，而它们又究竟是否能够顺利的存活并一点点的长大？精心设置的弹射式陷阱究竟是要捕捉什么样的猎物？棕榈树心中富含高蛋白的幼虫，它又究竟是怎么样的烹饪方式才会让屏幕前的你绝对不敢尝试呢？新一天的来临，今天的雨林天气略微清爽。由于农庄中有新的小野猪加入，昆泰不得不一大早就要去采挖上一些木薯来用于所有牲畜的喂食。毕竟用美食来将其驯化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果的方式。浓密的灌木丛中，这些完全野生的木薯数量很多，它们所含有的淀粉含量也比人工种植的要高上许多。采挖上3两颗，它们的果实已足够牲畜们吃上一整天。当然，鲜嫩的绿色汁液也要带上一些，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同时，也能改善口感。依然还是全部的削割掉外皮，接着再一个个的切成薄片，满满一大锅的山泉水蒸煮。然而此时的小野猪们却已经等待的有些焦急了，继续的将一部分的木薯切碎成末。原鸡的喂食可以优先的进行，直接的撒在鸡舍之中，这样它们在进食的时候可以享受着刨土的乐趣。原鸡妈妈的孵化已经结束，所有的小鸡仔也全都破壳而出了。不过它们还没到时间可以跟随着妈妈一起下地进食，它们还需要在母亲的怀抱中度过2-3天。猪食的蒸煮已经差不多了，将树叶切碎，等到木薯完全的成熟即可将其放稍微的搅拌，待其彻底的凉透即可让2个小家伙享受美食。全部的倒入猪食槽中，昆泰也是贴心的给刚刚捕捉的小家伙添置上了一个食槽，让他们分开的进食，可以尽量的避免因为抢食而发生冲突。刚来的小野猪很是喜欢昆泰准备的食物，它也将会在糖衣炮弹的狂轰滥炸下彻底被驯服。然而惬意的生活却很容易让人颓废。既然农庄中的事情都已忙完，昆泰又再一次的按耐不住了心中的狂野，他要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3个多小时的雨林穿行，一处陡峭的岩壁成为了此次的目的地。略带倾斜的角度以及身处的高度，既可以自然的躲避风雨的侵袭，又可以避免可能会存在的野兽袭击。昆泰决定就将临时的庇护所搭建在这里。一棵巨大的棕榈树，它宽大坚硬的枝叶是很好的建筑材料，劈砍上2片，每一根都有着4-5米的长度，所以并不需要很多。从中间的一分为2，只需将其立起与岩壁的周边，即可形成用于休息的空间。然而等到昆泰想要继续采割一点鲜嫩的枝叶当做铺垫之时，远处斜坡上突然发出的声音却是吸引了自己的注意。追逐着声音前往，昆泰尽量的小心翼翼，不过地面之上的发现却是让他无比的兴奋与开心。这里有很明显的被利爪刨挖过的痕迹，并且接连的几个位置上也都有同样的发现，这足以说明此处有原鸡的出没。昆泰决定要将其捕获。旁边的一棵小树，它的粗细与大小刚好可以成为陷阱，提供弹射的利弊。劈砍掉所有的杂枝，只留下主干就已足够。夯入2根自带分叉的树枝，它们将会作为整套陷阱的固定。一根韧性十足的藤条，其中的一端紧紧地拴在小树的枝头，而剩余下的则会被从中间进行固定，并在尾端系出可以自由伸缩的圈套。只要猎物从此经过并踩到了用于触发的小树枝，被绷紧的树干就会立即的弹射。只要体型不是很大，就一定不会有逃脱掉的可能。当然，陷阱周边的伪装也同样重要，只需将枯叶均匀地撒于表面即可，并且为了增加成功性，昆泰还特意的在枯叶的上方放置了一个蚯蚓，以吸引原鸡的注意。然而就当昆泰想要转身离开时，原鸡的身影却是出现在了斜坡的上方，脖梗周边的白色羽毛，睿智的眼神，他应该也是发现了昆泰的存在。不过这却并不会对自己的抓捕产生影响，反而极有可能会引起他的好奇，继续的向着山坡的上方前行。这片全新的区域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的收获。果不其然，自己露营的第一餐美食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一条与岩石的颜色相差无几的辣条，迅速的扑抓，在控制住尾巴的同时也要迅速的捏紧头部。虽然只有1米多的长度并不算大，但是它也足够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重新的回到临时的庇护所，升上火堆，已被缠绕成烤串的辣条将会在炭火的烘烤下逐渐的变得焦香。半个多小时的等待，昆泰终于是迎来了今天的第一顿饭。然而正当自己还在尽情的享受着美味之时，远处却貌似是传来了声响。仔细的倾听与辨认，应该是刚刚设置好的陷阱被触发了，赶紧的起身奔跑。果然，一只原鸡已被陷阱牢牢的拴住，并且就是自己离开前所看到的那只。藤条拴住了它的爪子，所以并没有对其造成伤害。完好的身体让昆泰放弃了让它成为美食的想法，他要将其带回农庄，并和其余的2只一起圈养。
如此便可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畜牧养殖。转眼时间已来到了第2日的清晨，昆泰走出了临时的庇护所，他要赶紧的寻找到今天的食物，并返回农庄。一棵已经枯死的棕榈树，昆泰在其中听到了撕咬的声音，将外皮切开，已经成丝一样的碎渣说明了自己的判断。这里生长着很多富含蛋白质的幼虫，昆泰找寻到了10几个，全部的装入到竹筒之中，它们将会给自己补充到大量的能量。当然，仅仅只有这一点并不能让自己吃饱。昆泰又在另一处的枯死树根中找寻到了很多幼虫柔软的身体不便展示。虽然马赛克是阻碍人类文明发展的绊脚石，但是小编也只能是以模糊的画面来进行代替。经过了1个多小时的持续寻找，昆泰并没有能收获到更多。然而此处的棕榈树数量繁多，它们的树心也是非常美味并富含营养的存在。昆泰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劈砍，也是获取到了1节。背上竹筐，昆泰向着农庄走去。3个多小时的步行终于是到了，将新抓到的原鸡放于鸡笼之中。然而刚刚升级为妈妈的原鸡却貌似并不欢迎他的到来，可能是害怕自己的地位被撼动，也有可能是单纯的想要保护幼崽的本能。不过好在最终在雄性原鸡的调解下，它们并未发生冲突。新来的雌性原鸡也将会被他收纳为自己的后宫。长途的跋涉已经让昆泰感觉到了一丝劳累，他要制作今日补充体力的美食了。将幼虫从竹筒中倒出，棕榈树心也要砍上1节。溪流旁的仔细清洗，直接的选用山泉水的蒸煮才能体现食材的高端。一锅乱炖直接放于火堆之上，30分钟的等待，幼虫的营养已经被树心完美的吸收，一点点的放于芭蕉叶上，直接用清水蒸煮的，你吃过吗？画面不宜过多展示，小编也不宜过多描述，就在这里戛然而止吧。重新扩建的猪圈有了专门的泳池，2只野猪从未有过的快乐玩耍，至此它们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庭院。然而昨夜强力的暴风雨来袭，整个鸡舍竟全部的被掀飞，那被圈养的原鸡又是否会在灾难中存活呢？新一天的来临，雨林中的天气已经逐渐开始炎热，而这对于野猪来说却是最为难熬。它们急需要自然的降温，所以昆泰决定要对猪舍进行进一步的改造。毕竟自己没有任何可以帮助它们降温的设备。劈砍上一些毛竹，自己能做的就是将猪圈的范围扩大，并让它们从泥土中汲取清凉。毛竹距离自己的农庄有着大概10多分钟的路程。然而即使是这样，等到昆泰将所有的材料运送回农庄后，却也依然大汗淋漓。现在正处于热带雨林中的酷夏，先简单的清理一下猪圈前的灌木杂草，它们并不是野猪爱吃的食物，所以留下来也是毫无用处。简单的清理已经结束，扩建的大致范围也已确定。先将毛竹分割成段，接着再将其分解成竹片。最先处理好的这几根，它们竹壁厚实且坚硬，将其中的一端削割出尖头，它们作为扩建的支柱刚好合适，一根根的夯入。所谓建出来的造型，就是昆泰想要扩建的范围大小。而剩下的毛竹则需要比对好尺寸，再次的进行切割。连续的敲击声让旁边的原鸡显得有些急躁，不过好在幼崽在妈妈的庇护下并没有受到影响，所有的分段都已结束。再次的分解，这长长的竹片就是即将进行编织的围栏。很多的老铁可能又会产生疑问，仅凭这小小的竹片就想将野猪关住吗？但其实它们的作用仅仅只是标注出可供它们活动的范围，毕竟它们已被完全的驯化，即使是散羊也不会选择出逃的。依次穿插的10字编织，猪圈的扩建方法也和之前的鸡舍一样，近2个多小时的持续垒大，相互交错的竹片不再需要额外的捆扎与固定。此次的扩建，昆泰已经圈出了足够大的范围空间，这样就足够2个小家伙在里面玩耍了。当然，为了避免会有其他的掠食者闯入猪圈，昆泰也是细心的将猪舍底部的缝隙进行了封堵，最后再将用于阻挡的竹筒拿开。现在的2个小家伙就可以自由的进出，并频繁的接触到外边的世界了。然而仅仅只是这样，却也并不能解决野猪体温过热的问题。昆泰又在斜坡的下方开凿出了一个小的坑洞，只要倒入点山泉水，最喜欢泥巴水坑的他们就可以彻底的享受清凉了。刚刚被翻开的泥土将2个小家伙吸引了出来，不停的翻身打滚，好让冰凉的感觉接触到身体的每一部分。体型较大的野猪正在大口的喘着粗气，显然这一点点的清凉并不能满足它降低体温的要求。昆泰带着山泉水走来了，然而才刚刚将水倒入到水坑，2个小家伙就已迫不及待，毕竟动画片上都演了，小猪佩奇最喜欢下过雨后的泥坑了。寻找到合适的位置，迅速的躺下，不停扭动的身体来尽量的让泥和水混合，如此便可迅速的让稀泥附着于自己的全身，这是最快速的降低体温的方法。不过好像这个水坑昆泰弄得有点小了，体型较大一些的野猪正努力的想用屁股来将其一点点的扩大。整整1个上午的忙碌终于是结束了，拿出昨日剩下的棕榈树心，将已经变硬了的外皮去掉，最为中间的部分直到现在都还依然鲜嫩，直接的生吃。炎热的天气让自己也不想再多浪费烹饪的体力，2个小家伙还在稀泥中玩得不亦乐乎，全身的泥巴在完全干燥之前都可以让他们保持清爽。随着新一天的来临，昏暗的天空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已经发生，枯树上没有一片树叶，依然还存活着的小树也已被拦腰折断，住所的屋顶旁边还掉落着被风吹断的树枝。没错，昆泰的农庄遭遇了暴风雨的袭击，然而虽然自己的住所并未被损坏，但是用于圈养原鸡的鸡笼却是直接的被全部的掀翻在地。搭建好的鸡舍被狂风吹倒在了山坡下，它们已经尽数的被毁。
捡拾起依然还可以使用的竹片，自己要尽快的将鸡舍重新的搭建好，以防止暴风雨二次来袭。不过好在自己之前有对鸡舍进行了扩建，所有的小鸡仔和成年的原鸡都没有在这次的天灾中受到伤害。它们应该是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提前感知到了危险，依然还是将竹筒分解成片，十字编织而成的围墙，紧实的捆扎。2个多小时的持续劳作，终于是将鸡舍再次的搭建完成。当然，昆泰对整体的造型也是做出了改变，将之前与2层相互连通的空间直接的封死，如此便可让整个鸡舍的风阻降至最低，即使暴风雨再次的来临，也绝不会再出现倒塌的情况。并且对于棚顶而言，自己也是相对应的进行了空间的缩小，就连所有的连接处也都是捆扎的足够结实。毕竟有了之前向前方扩建而出的空间，即使雌性原鸡会再次的孵化，也不需要再用到鸡舍的2层了。围绕在妈妈身边觅食的小鸡仔，它们承载了昆泰在雨林中打造农庄建立生活的期望。然而往后的求生之路，昆泰又将遭遇到哪些坎坷？调皮的野猪跳出了围栏，用于圈养的围栏成为了摆设。然而你又是否知道如何利用幼崽来捕捉到成年的雌性原鸡吗？新一天的来临，受到暴风雨影响的农庄还需要继续的整理。这些被风吹倒的大树刚好砸在了自己的柴房上，为了能够更好的长久生活，昆泰不得不再次的重新整理。不过好在这些树干可以被利用为搭建的材料，自己可以适当的省下一些力气，先将所有的杂质全部的丢到一边。房屋周边逐渐疯长的杂草也要进行一下简单的清理。查看一下外边的天空，昆泰判断今天应该不会再下雨了。带上柴刀，自己要趁此时间多多的搜集一些干燥的柴火。原始的雨林人迹罕至，自然生长而出的树木没有受到任何的开发，一根不知道是何时被风吹断的枯木，将它劈砍成段，可以足够自己燃烧个2-3天的时间。树干已全部被分解成了树段，为了便利于自己的运输，昆泰又在旁边扯下了一根藤条。他良好的韧性非常的有利于捆扎，将柴火扛上肩，自己还要走上10几分钟的山路才能回到农庄。然而就在昆泰艰难的走下山坡时，旁边的一处发现却是瞬间就让自己提升了警觉，赶紧的将柴火放下。他要再次的确认，原来此时的灌木丛中竟然有一对原鸡母子正在此休息。他们警惕的观察着四周，昆泰小心翼翼的靠前，俯身的一点点移动。现在的自己正处于斜坡的上方，而位于下方的原鸡会受到视野的限制，很可能还没有发现自己。他要尽量的走到足够近的距离才能发动袭击。对于没有工具而言的自己，使用徒手的抓捕是最好的选择。突然的加速，一个用力的扑抓，然而受到了惊吓的原鸡也是瞬间就反应了过来，他们并没有一下就被昆泰抓到，疯狂的逃窜，昆泰也是在身后紧跟不舍。然而几十米的追逐后，昆泰貌似是丢失掉了他们的身影，他们身体羽毛的颜色和枯叶太过于相似，不仔细的观察会很难发现。不过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刚刚的惊吓使得小鸡仔已经和原鸡妈妈各自分开了。昆泰经过仔细的搜寻后，也是再次的发现了他的身影，再一次的扑抓，这次的小家伙并未能逃脱。在于本能的反应上，他还尚未发育成熟，并且没有了妈妈的保护下，小家伙也早已六神无主。昆泰成功的将其捕获了，小鸡仔并未受到伤害，然而只是稍加的思索，昆泰就立刻的想到了这个小家伙的妙用，先用细细的藤条捆绑住他的一条腿，自己要利用雌性原鸡的母性来将其进行诱捕。只要把小鸡仔当作人质固定在这里，身为妈妈的雌性原鸡就一定会过来寻找自己的孩子。准备好设置陷阱的材料，依然还是2根带插的树枝被深插入土中，接着再用藤条和树干的组合，等到整体的固定完成，将可以自由伸缩的圆圈再全部的覆盖于用于触发的小树干之上，最后再用枯叶铺设好进行伪装。如此一套专门用于捕捉原鸡的陷阱就已完成。将小鸡仔放在旁边，他求救的声音会很快的将妈妈吸引过来，重新的背上柴火，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了。手工制作的水壶在这炎热的夏季给了昆泰不少的清凉，烧制放凉的山泉水既解渴又能给身体补充一定的矿物质。然而忙碌了一个上午的昆泰还没有吃上一点东西，捡拾上一些散落于地面的野果，溪流旁的仔细清洗，爽口鲜甜的口感是一道非常好的零嘴小食。简单的补充，重新的将火堆升起，不断燃起的烟雾会提前将藏匿于房屋周边的蚊虫驱逐，这有利于自己夜晚的睡眠。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昆泰要去查看刚刚设置上的陷阱了。毕竟是有小鸡幼崽的吸引，所以等待的时间不需要很长。果然陷阱已被触发，赶紧的上前抓捕。刚刚逃掉的原鸡妈妈已经被藤条拴住了爪，母性的伟大与义无反顾让它成为了猎物。不过昆泰并不会将它们当成美味的食物，已经孵化出了幼崽的他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母性，他要将这对母子和农庄中的原鸡一起圈养起来，加上农庄中已经被孵化出来的小鸡仔，现在的昆泰已经真正意义上的拥有了只属于自己的鸡群。再次的返回农庄，将母子俩放入鸡笼。虽然现在的他们对于这样的环境还很陌生，但是只需要经过2-3天的相处就会逐渐的适应，毕竟这里已经有了好几只自己的同类。不过为了尽量的缩短他们适应的时间，昆泰也是抓起了虫子，毕竟糖衣炮弹的轰炸对于牲畜来说最为有效。鲜嫩的蚂蚱，这些可不是他们自己可以经常捕获到的东西。没心没肺的小鸡仔已经开始吃了起来。随着新一天的来临，
早早就已外出了的昆泰已经从最近的集市中归来，不过这也足足花费了自己4个多小时的时间。一口二手的大口径铁锅，这是昆泰专门买来用于给牲畜制作食物的。毕竟现在的野猪正在逐渐的长大，并且还不断的有新成员的加入，自己的小锅小灶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了。当然，有了锅也就还需要有相对应的炉灶。昆泰搬来了几个石块，并在原来火堆的地方挖出了深坑，只需如此简单的改良就即可让大锅立刻的上岗。体型较大的野猪又从猪圈中跳出来了。昨天捕获到的小鸡幼崽也从鸡笼中钻了出来，一个已经被驯化成了狗，一个还不会离开自己的妈妈，所以昆泰一点都不担心他们会逃掉。背上背篓，要去采挖一些木薯来为牲畜制作午饭了。有了大锅的加入，这次的昆泰会尽量的多采挖上一些，并且现在的鸡群已经逐渐的形成了规模，它们的需求量也在成倍的增加。半个小时的采挖，背篓已快被装满。回程的途中再劈砍上一棵芭蕉树，混合的蒸煮既可以给野猪补充淀粉，又可以有粗质的植物纤维，如此的营养将会更加的均衡。依然还是熟练的切割，半棵的芭蕉树就已足够2只野猪美美的吃上一顿。慵懒的小家伙躺在了自己的餐桌下，享受着惬意。现在的他已经过上了饭来张口的生活，就连被捕获到没多久的小野猪也是习惯了这样。切好的芭蕉全部的倒入锅中，添加上点山泉水的蒸煮，高温的炭火很快就可以将其彻底的煮熟。当然，作为主食的木薯自然也是必不可缺。昆泰依然是仔细的削割掉外皮，并全部的切碎成了薄片。然而等待着的2个小家伙却是正在悠闲的散步，他们已经组成了自己的族群。木薯的加工已经完毕，大锅中的芭蕉也刚好煮开，全部的倒入。再有个30分钟的等待，猪食就可出锅了。当然，剩余下的这几个木薯就要稍微的费事些了。昆泰需要尽量的将其切碎成小块，毕竟刚刚孵化而出的小鸡仔还吃不下太大的东西，直接的撒在鸡舍之中。小鸡仔会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学会如何进食这些食物，而另一边还没有完全熟悉环境的母子俩，昆泰也是额外的放了一些。原鸡妈妈现在还不敢将幼崽带到下方和鸡群共同的进食，他们还需要单独的喂养上一段时间。不过这里有没有持续关注的老铁发现了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在评论区回答正确的小编会有单独的奖励哦。猪食的制作已经完成，昆泰弄出了一部分，大锅中剩余下的会在夜晚来临前再次的喂食，提着野猪的后腿再次的放入猪圈。只有持续性的让他们在圈养的范围内进食，才可以养成习惯，也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证即使自己不在的时候，他们也知道重新回到猪舍。然而芭蕉树的加入貌似让野猪一时难以接受，不知是食物的口味问题，还是不让它自由活动而来的脾气，它只是持续的闻着味道而没有进食。精心设置的陷阱再次捕获到了野猪，黑底白花的纹路虽已被泥土染黑，但却仍可看见。而它的捕捉成功也代表着自己的牲畜养殖正逐渐的步入规模。新一天的来临，昆泰已利用闲暇的时间为自己的农庄引流来了水源，利用毛竹和树枝而进行的纯手工打造的这条管道将会给农庄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便利。将柴刀重新的磨制锋利，自己能够在此长久的生存，可以说是完全依靠了它的帮助。所以不定时的保养就显得尤为重要。重新的背上竹篓，农庄中的牲畜还需要喂食，自己每天的第一件事几乎都是去到山林中寻找可以采挖的木薯。半个多小时的用力拖拽，虽然现在还是早晨，但是自己胸前的衣服却已被汗水浸湿，10好几个的木薯果实就已足够。为了让野猪不至于产生便秘，现在的昆泰已经将喂养的主食改变成了鲜嫩的芭蕉树，它粗质的纤维以及所蕴含的营养更利于野猪的消化。当然，绿色的草头枝叶也都要适当的搭配上一些，这样可以提升野猪们的进食口感。先享受下山泉水的清凉，毕竟猪食的制作还需要挺长的时间。依然还是先将木薯细致的削割掉外皮，接着再把整根的芭蕉树切碎，轻轻的向着火堆吹气，还残留在木柴中的火星会重新的将其点燃。架上锅，倒入芭蕉碎末，添加上山泉，等待焖煮的时间还要将木薯尽数的处理出来。虽然每天重复性的工作有些无聊，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却总是会在某些细小的地方体现出来。漂亮的蝴蝶停留在竹制的桌面，生生不息的山泉经过长途的跋涉依然还会回归到大地的怀抱。将切好的木薯重新的添加，这整整半锅的食物就足以保证2只野猪的良好生长了。半个小时的蒸煮已经成熟，鲜分减出一半，再加入已经切碎了的叶片，猪食的余温会再次的将其煮熟。最后再灌入点冰凉的山泉给予降温，如此2个小家伙的猪食就已彻底的制作完毕了。当然，昆泰一向的喂食顺序都是喜欢先从原鸡开始，拿出竹筒中已经被烤制干燥的木薯碎屑，直接的撒入鸡舍。现在的小鸡仔已几乎可以独立的进食了，并且经过这段时间的喂食，最后捕捉的雌性原鸡也已经和鸡群完全的熟悉了。唯一的一只公鸡也总是会悄悄的进入到房间和它沟通感情了。猪食的温度已经完全变凉，2只野猪也终于是到了进食的时刻，依然还是分开的喂养。不过后来的这个小家伙貌似直到现在都还对昆泰怀有恐惧，他还不愿意让昆泰抚摸自己。然而即使是这样，美食对于他的诱惑还是难以抵挡。牲畜的喂食已经结束，昆泰又来到了之前在斜坡上开垦的菜园，自己种植的旱稻全都冲破了土层的束缚，并且长势良好。简单的清理一下杂草，
只需自己正常的照看，要不了多久，在这荒野之中，他就将可以吃到雪白的大米饭了。而届时也就意味着自己在这原始的雨林中已经拥有了持续生存的保障。所有的事情都已忙完，昆泰并没有急着回到农庄，毕竟自己直到现在都还未将自己的食物问题解决。捡拾上一些野果，简单的充饥。然而灌木丛中的发现却是又让自己看到了可以吃肉的曙光。这些野果被某种啮齿动物刚刚啃食完，在如此的环境中，很大程度上就是野生的山鼠所为。劈砍上一节树干，简单的处理后就是一套陷阱的触发装置，完美的平衡。10块的陷阱虽然自己已经好久都没有设置了，但是存在于肌肉之中的记忆还是很快就将其搭建完成。有些老铁可能觉得这样的陷阱不可能会将老鼠压死，但其实它真正的目的是将老鼠压在下方无法逃跑，以此来将其毙命。有兴趣的也可以自己在家中尝试，小编尝试过并且效果很好。转眼黄昏已笼罩了森林，然而今夜的自己可能就要饿着肚子睡觉了。随着阳光照射进丛林，昆泰已迎来了全新的一天，赶紧的前往查看昨日设置下的陷阱，能不能吃上香喷喷的早餐就看它了。果不其然，10块的陷阱已被触发，是一只体型非常不错的野生山鼠，单单一个尾巴就已超过了10多厘米的长度，终于是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了。火堆上烧光体毛，泉水旁的仔细清洗，精细的切割，只有小的肉块才能蒸煮出浓厚的汤汁。鼠肉已经上锅，来上点烤制好的竹笋，跳动的开水会让其重新的焕发出鲜嫩。大口的啃食，原本的肉香味已经不需要调味料的加入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自己没有，如果有的话，它肯定会更加的美味。吃饱又喝足，然而农庄中的牲畜却还都没有喂食，背上竹篓的再次出发，依然还是寻找并采挖上一些木薯。不过就在昆泰处理完周边的灌木并用力的收集之时，一个不经意的抬头却是再次的让他发现了什么。一处被刚刚毁坏过不久的地面，沿途还有木薯被啃食而剩余下的碎渣，看来这里又有了野猪的出没。根据痕迹的一路追踪，猎物还曾在这块岩石下逗留过。昆泰决定要实施抓捕，如果可以将其成功的捕获，那自己的猪群又将会得到壮大。一处枯叶腐烂的地面，柔软的土层以及周边生长的木薯是很好的陷阱设置地。当然，想要将其生擒，那必定还得是弹射式的触发陷阱，夯入2根自带分叉的树枝，它们的作用是将整个陷阱进行固定，拥有着绝对韧性的藤条拴住树干的一头。在固定好平衡后，再将用于触发的小树枝摆放好，放上圆形的圈套。只要野猪的一只脚踩中了陷阱，那被绷直的树干就会立即的弹射并将圈套收紧。只要猎物的体型不是很大，就没有足够的力气能将藤条扯断。最后再用枯叶做好伪装。那么这样的一套陷阱你又是否学会了呢？随着黑夜的再次降临，昆泰已在提前的准备明日的猪食了，这样在等到天亮以后，自己就能拥有足够的时间了。随着太阳的再次升起，昆泰已在着手野猪的喂食，粪捡出一小锅，加上点山泉水，就可以直接的让野猪进食了。改良后的猪食2个小家伙很是喜欢，每次他们都可以将猪食槽吃得非常干净。不过虽然自己急着要去查看昨日设置下的陷阱，但是原鸡的喂食却也并没有忘记。现在的雄性原鸡已经将所有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新来的大姑娘身上了，自己的原配只能是每天带着小鸡仔生活在拓展而出的地方了。原来鸡也和人一样，没玩过的都想占为己有。一切都已忙完，早就已迫不及待的昆泰出发了。自己的判断果然没有错，陷阱已被触发，一只小野猪的后腿已被圈套牢牢的拴住，迅速的向前将其抓住。昆泰的到来也是让小家伙发出了恐惧的嘶吼。然而更加意外的是，这个小家伙竟然还是个带把的，这可真是天赐的礼物。农庄中的2只野猪全都是雌性，现在有了它的加入，那自己的农庄就将会迎来无限的可能。提着后腿赶紧的返回，来到猪圈旁，先将圈门拿开。刚刚捕获的它需要先进行单独的圈养，陌生的环境让小家伙有些不知所措。他在警惕地观察着四周，找来鲜嫩的枝叶，食物依然还是最好的缓解野猪情绪的武器，并且持续的想要挣脱陷阱也消耗了小家伙很多的体力。嘴角2边的白色鬃毛，头顶以及脖颈的毛发也是非常的茂盛，这说明它足够的健康。而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其彻底的驯化。昆泰期待着